母鸡卡呢，在第7集播完之后，网络上一片哀嚎。母鸡卡在从3、4集之后，我就是看乐子了，他们太懂炒作了，每周都会塞一个爆点。到下一集呢，轻轻放下，但是结尾他又会塞一个新的爆点。其实我觉得这集的方向没有什么问题，因为 Crysic 他这个问题从 MyGo 遗留至今该解决的，不然的话 MyGo 这件事情没完没了。问题是在于他的演出实在是灾难，重点是这个灾难感觉还是有意为之的。我知道他想要表达的是偷摸林，他想要声嘶力竭表达他的情感，只是他有意的把他唱的非常的灾难，就很奇怪。就算就是复刻 MyGo 第10集。这个镜头完全一样，然后这个祥子就是术士的位置，他被这群人强迫开音趴，你们听听看，就感觉像是后面有一个宿醉的人在那边鬼吼鬼叫。你就正常唱啊！你看这唱的不是很好吗？对不对？然后这个运镜也很奇怪，后面偷摸你不知道在唱什么。这集的观感很大的取决于你到底认不认同祥子这个角色。我觉得就是因为编剧让他吃的鳖不够多，然后把一堆人搞得精神分裂，最后还跟MyGo 的遗老们包饺子。而树之之前也不屌MyGo 的人啊，为什么MyGo第10集还是那么感动？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术士他并没有对其他人造成什么实质上大的伤害，相较来说，而且术士他有很脆弱的一面。他贡献很多他崩溃的名场面，他就只有嘴巴是硬的，其他地方都很软。祥子他到目前为止真的是满脑子都只有自己，最后还是靠他阿公帮他擦屁股。我觉得让他塞在什么，比如说MyGo 的第13集，让他们最后包个大饺子，都比放在木器卡好。木器卡还有什么重整的意义？木器卡从成立以来就只是为了彼此的利益而已，他们之间好像没什么羁绊。这集觉得说，看是不是 Crysic 要复活？那爱音到底为什么要跟这些人组团？我觉得如果阿英他当初跟班上的那几个小绿小红一起组团，搞不好会更开心。以他爱慕虚荣的个性，他100%可以站到 C 位。你这满是感情的，怎么叫分手炮？你这叫复合炮吧？就这张图看起来就很搞笑。本毛，你怎么还在啊？一部 MUJI 卡的动画要炒作4个团 ，MyGo、Homolin 它是重力的原点嘛，一切都是以他一辈子组乐团这个方向去前进。Crysic 动画里面是说，我们要告别美好的过去。但实际上呢，2.5次元有钱怎么可能不赚？Crysic 直接复活 ，Crysic 有白翔这个白月光带领所有众人，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初恋。那木器卡的灵魂到底是什么？众乐人偶，所以这几个人都是被资本所利用的人偶，他们只是为了流量、为了数字而组成的团体。喵梦他就直接回老家当网红就好了，他只要一个自拍棒就可以到处蹭，然后不时的做一些落叶幕的仿妆。海林是最不缺乐团的人。不用为他担心，甚至连苏米米都要来了，那你更别说到底有谁在乎甜甜圈女士？真奈有人在乎她吗？我相信大部分人看到她被迫害，笑得非常开心。我自己也是笑得非常开心，所以不能这么双标，对不对？关心一下苏米米好不好？你看这图，几乎所有人都是参加2个团的，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爱英很可怜。爱英除了MyGo一无所有。就那是猫，所以没关系。还是这3个人再继续组一个团啊？当排列组合，爱英这么喜欢苏米米，让他替代初华的位置。后面剧情直接说那个苏米米真的解散了。初华他在苏米米从来没有开心过。就想到，我之前有 follow 一个团体，有一个粉毛的女生，直接推荐爱英来当苏米米，这样是不是皆大欢喜？然后呢，我要分享一下今天去参加了 MyGo 在台北的见面会，这是这部影片的处啦。我只是想要秀一下今天的战利品，一个是这个亚克力哦，我知道这个摄影机的画质很烂，那这就是当初疫情的时候随便买的一个网络摄影机，这样的破烂。再是入场券哦，这个是色纸的部分哦，因为我只是一般区哦，所以它这个签名都是影印上去的。色纸的这次有到场的3位声优，广世、利希跟毛入场的章哦。那活动主要就是大概1个小时的跟声优们的互动。我当初抽这个票的时候，也只是随便创了一个账号抽签。
我以前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明星或者是演唱会都没有。我不知道是因为化妆的关系呢，当声优走出来的时候，也真的在发光感觉他们真的身上有一种 aura， 有一种光芒气场。结束我是觉得非常超值啊。那你们对木吉卡的发展有什么看法吗？你喜欢第7集呢，还是无感，还是很讨厌？欢迎在底下留言讨论哦。